大家好，我是超爱喝酒，但是只能喝3杯的3杯芋头，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呦呦，我又出现啦！今天跟土豆一起芋头一起去，不好意思，芋头一起去羊角村，出发！荷兰羊角村位于荷兰北部的一个小镇，也被称为荷兰的威尼斯，是近10年的一个热门旅游景点。那大家来羊角村呢，可以坐火车到 Steenwijk， 然后再坐巴士到羊角村。今天那个展南哥哥的妈妈要给你做荷兰的传统菜、家庭菜料理，你可以期待一下。好，好好看这边，就是对眼睛非常的友好。对。而且就是天然氧吧，就是你走下去之后，你会明显发现这边的空气是比城市里要好很多的。好美，好美。网易大哥有的待遇哦。好美啊！就真的跟油画的感觉一样，对吧？就是真的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这次展南哥哥的爸爸打算带我们租船来游览羊角村，那租船的这个地方刚好也是一个餐厅，所以我们就打算先简单吃个午餐，再去开船。虽然对荷兰的食物不怎么抱有期待，但是这个餐厅走进来之后觉得非常惊喜，里面的装潢充满了荷兰的老式乡土风情。哎，很漂亮哎，这里。是的。对，我们是坐在 terrace， 所以没这个感觉。天鹅样子的装饰品。像桌布一样的东西，天花板涂成了天空的颜色，还挺有意思的。而且它所有的那种装饰品都是非常 old fashion， 就感觉非常的那个 vintage 那种感觉。午餐我们点了一个荷兰火腿起司煎饼，还有一个 Ausmiter。我觉得很好吃，并且我们自己家也可以复刻。好吃。大家来羊角村可以来这边租个小船，比如说这个最简陋的船，4个人，然后1到2个小时是50欧，也可以租个比较大的船，就是80欧1个小时。那我们现在租了一个4人的小船，准备开始我们的羊角村之行。这个人说他自己很会游泳，对，就完全不怕。但估计水深真的是可以站起来的程度。这样子吗？没有，不知道，应该不会吧？应该还是蛮深的，我感觉。Oh my god! There you go. Dit moet lukken, denk ik. Zullen Ja. we een beetje afduwen? Ja. Oh, En let's heel go. veel plezier. Dankjewel. Oh, fellas. 你叫的那么大声，我也是没想到的。就它这边路线的介绍还有中文哦，就是还是很贴心的，我觉得。右转急转5号。急转，这什么非常秘制的翻译？感觉这个翻译。下个路口右转。我可以建议他们雇佣我来纠正一下他们一下这个翻译。这个真的是好 Google Translate， 这个。Ja, heel erg Google Translate 呀。ChatGPT is doet zelf beter dan dit。整个羊角村由交错的运河、100多座木桥和漂亮的小屋组成。这里租的船被称为耳语船，因为它们是电动的，没有发动机的声音，所以也不会破坏村庄宁静的氛围。哇，这边很好看。对啊，这就是那个 village 了。就这现在其实才进入正题。对。那他们家的都是这边的家都建得特别好看。哇哦，好美呀！对啊，你说在这边就是做个民宿什么的，就是你看，真的是对，真的是个民宿。你看，这 suite， 你看这就是你说这个做个 suite， 然后去租这个船，感觉应该是非常多人想要来这里租，我觉得。哇！这也是这个民宿，就种满了绣球花的民宿，真的只有夏天来才会有这个风景。它的房子很有特色，都是屋顶都是那个稻草的，对。
它那就是用芦苇稻草做的那个顶。那这个顶呢，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它不防火嘛，所以很多时候火灾的话，如果你是芦苇顶的话，那就糟糕了。所以一下子烧没了。对对对，所以其实你这种，如果是你买这种芦苇顶的房子，你要买保险的话，保险费就会很高。鸭子游累了就在岸边晒太阳。对啊。Donald. 哇 Amazing ducks. ，delicious ducks. And also delicious duck. 对于羊角村而言，时间仿佛停留在了上个世纪。这里没有车，没有高楼，只有船在运河里划过。芦苇顶的房子、木桥和成片的绣球花都像一幅幅油画，仿佛有种走进童话世界的感觉。那个狗狗在欢迎我们，感觉，或者让我施展一下东方斗狗术一会儿。你的东方斗狗术是什么？Gaat er nu recht op af, hij heeft het gehoord. Hey, Hoefke. Hoefke. 哇，超美吧？超美超好美。开阔，看那边天鹅，哇好多天鹅。 Watch out for swans. If they hit us, they will be our meal. 我们沿着运河一路往前行驶，之后就达到了一片广阔的水域。这是连着羊角村的一个湖，名字叫 Bovenby 的，视野非常开阔。哇，天都飞起来了！哇海鸟啊，把头钻下去觅食。这些，好，你看这些天鹅全部都是在觅食，现在把头扎进那个。难道他们在练习潜水？练习时长2年半。可以组团出道了。对。你坐在那边，妹妹你坐船头。就这样，屁股都湿了。屁股都湿了。好美，好美，好美。是吗？嗯，美到。这才是人生啊！哦呀，c'est la vie。Dat is het middeneiland. Ja, daar ergens. 活着真好。现在冰帆船好快呀！ Dat is heel. 啊，哇塞，好帅啊！好想把衣服解开。为什么？你看到帆船为什么会想把自己衣服解开？就是你把衣服解开，然后让衣服随着这个风飘动的时候，就会觉得好自由。好的。然后其他船的人都会说哟。Nee, ik zou kleding uitdoen. No. We get arrested, Carlos. Then the boat police will come. 我们横穿了整个湖面，顺着箭头指示的方向进入了一条狭长的水道。水道两侧都是郁郁葱葱的芦苇丛，和之前的羊角村比起来，又是另一种风景。你们像不像我们那个中学语文课本里芦苇什么的？对对对，它就是芦苇。运河两岸的芦苇层层叠叠，被风轻轻拨动着。刚好有一个人不紧不慢地划着 kayak， 水面随着船身微微荡漾，倒映着蓝天和白云，让人觉得和平又宁静。哇，这边好好看。就这个 vlog 里最常出现的词就是好好看。不好意思，语言很贫乏。好好看，好好吃，好好玩。总结了一整个旅程。太阳出来了，颜色更好看了。对。看着眼前这片运河和芦苇，突然理解了18、19世纪荷兰风景画。画家们并不是在美化家乡的风景，而是在描绘真实的所见。原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他们的画里。And you see in the water. Oh. See weird Ah. bubbles. Those are fish. Bubbles. That is fish. Oh. Here also fish. Oh, Here, fish. yeah. 空气真的很清新哎，对吧？每就一个字，我们说了无数次。Island. 好美啊！你看这倒影也是，是真的好漂亮。所以你说来这边骑个行啊，散个步啊，应该就是很惬意的。骑过来躺在地上，什么事都不做，对，放空。放空。而且其实这个区域蛮多人不会一周工作5天，而是一周就工作2到3天之类的。这种情况下，就是政府会给你一些补贴嘛，然后你还是可以租得起房，可能就是你的生活就没有那么的怎么说呢，在城里那么丰富，但是像这样的特别漂亮的自然的景观就非常多，所以其实你也不需要那么多物质了。That's a bird watching tower. OK， What birds you do here? 这是个观鸟平台，可以在这里看鸟。
里上演《速度与激情》，要不要这样？他们真的是在飙船哎，在飙船哎，他们。Oh my god！ 这些小孩在飙船哎，把船当做法拉利在开吗？这边还有很多人，他们的 hobby 是就是看鸟，所以就有很多刚刚那个塔嘛，所以就是专门让人看鸟的。就之前我们去荷兰那个国家的森林公园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多看鸟的那个地点。对，就 bird watching， 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跟钓鱼一样，就是你要极需耐心，是一个我至今还不大能 get 到的一个乐趣和体验。感觉 bird 能做出的动作很有限，对，看着还不如看狗。就鸟就那几个动作，可能就是看到那个不同的鸟就很开心了。之前我在玩那个 Hogwarts Legacy 的时候，它里面不是有那个 Fantastic Beast 嘛，就是可以去抓那些小生气动物，对生气动物。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你得去他们的那个巢穴，然后有的动物是只出现在晚上的，所以就对，就那时候我就觉得就是等待也是一种乐趣那种感觉，对，他们的肢体语言就非常的放松。是啊。有一个都躺下来了，对，除了然后一只脚还悬在了船的外面，而且我觉得我只有把衣服脱了才能跟他们匹敌。对，衣服脱了，然后把你的肚子悬在这船外面，好好笑！你看他在这边划了一个小船，卖冰淇淋，好好笑啊！还是一个小帅哥坐在船上，颜值还挺高的。这个流动的这个卖水卖冰淇淋的这个非常有特色了。打这样的一份工怎么样？很不错。这就是奶牛，很大只哎。牛肉。牛肉。牛 is a 骨。牛肉。牛肉 is a 骨 vlees。牛肉。大牛肉。OK， 那顺着游船导览地图行驶了一圈后，我们又回到了羊角村，时间刚好控制在2个小时之内。虽然之前也有来过羊角村，但是这次自己租船游览又是另一种体验。我个人是觉得要比单纯步行游览更加有趣，而且能看到很不一样的风景，所以非常推荐哦。所以要成为你的粉丝，就是只有榜一大哥才有这个待遇，榜一大哥来荷兰我会招待的。这边又是好多鸭子，哇，好可爱啊！这边是 sailboat， 感觉to go 它来就是可以卖的这个，还有一个电话号码在上面，有钱的榜一大哥可以来了解一下。他们游泳的姿势好可爱，他们 diving 的姿势也很可爱。最后差点忘了介绍为什么羊角村叫羊角村。羊角村的荷兰语是 Giethorn， 其实是由2个单词结合而成 ，Giet 是山羊 ，Horn 是角，所以拼起来就是羊角的意思。这个名字最早来自于13世纪左右，当时的居民在挖泥炭的时候挖出了大量的野山羊的角，所以这个村子就由此而得名。那我们的羊角村游船之旅也到了尾声，还完船后，我们就一起回到了展南哥哥的爸妈家。他的妈妈今晚也为我们准备了荷兰的传统美食 Stamppot。展南哥哥的爸妈家有个大院子，里面种了很多植物。那今年他们种了超级多各种各样的番茄，很多已经成熟了。可能有6倍的。这么多的番茄，他们自己是肯定吃不完的。那处理这些番茄的方法，就是给展南哥哥打包了一整盒熟的小番茄带回去。这样看来，全世界的父母都差不多，孩子好不容易回趟家，除了吃得饱饱的之外，也不能空手回去。Stamppot 是荷兰的传统菜肴，在荷兰语里就是捣碎的一锅的意思。顾名思义，就是把煮熟的土豆和蔬菜捣碎成泥，再加上一根荷兰的熏香肠。它算是荷兰人冬季的灵魂食物，简单却充满了家的味道。Check, Carlos. You're supposed to do like this. Let's make a. Make a hole. A little low. Here is salt, pepper. Een pannenkoeken hadden jullie nog nooit eerder gehad. 加了第2碗，知道就是要在这里挖一个小洞，然后把这个酱汁倒进去。对，好，我很本地了现在。
这是土豆做的这个料理，然后有土豆的这个香味，然后还有苦菜，是不是？对，苦苣，然后还有一些培根，对对，所以整体是很好吃的。对，再配上这个香肠就，我觉得很 fit。对，但香肠还蛮咸的。对对，刚好搭配上。对对对对对。而且非常饱度，我觉得就非常体现了北欧人民就是饱度的那种料理。我看他们还会把这个香肠配在这个，大概是这样子。好吃，一级棒。呀 Berenburg 它是弗里斯兰的特色的一个烈酒吧，对。One shot and then cola. But you don't taste the The same as Bacardi cola. Yeah. and the Malibu. Yeah. Heb je ook een Jutta beter? Nou. Wacht, ik moet even tegen Daniel vertellen, ik ga het toch vast eens vinden. Oh, cheers! OK， 饭饱酒足，我们也踏上了回家的路。那今天的 vlog 也伴随着荷兰弗里斯兰省的农田风景到达了尾声。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别忘了点赞、留言、加订阅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